非常親切嘅，這個轉到聚焦國際嘅節目現場，有禮拜嘅全球新聞短評，其實用10分鐘嘅時間，帶下來抓走天下大小事情。其實係搶到嘅韓系國防安全研究院嘅曾復生教授為大家來做評析。先生你好，記者好，全國嘅觀眾朋友大家好。先生，禮拜呢，先看嘅頭條新聞係東江台灣嘅菲律賓巴丹群島也傳出啦，那個美軍呢為拖了4年20萬嘅下去到嘅片來評估係咪來討論同改變期間民用嘅供求，後半年未來有事態嘅下來做運用，先生很有人看呢件事情咯。第一隻也係一隻正確嘅一隻消息啊，因為呢美國推動也印太戰略啊，佢有一個雙箭頭一隻布局。也雙箭頭的布局啊，第一個係來支持越南啊，來發展也戰略夥伴關係啊，同時啊，希望同越南參詳啊，讓美軍做得轉到金南灣啊，所以美國的海軍啊，艦隊啊，做得轉到金南灣。第二就是美國同菲律賓，佢本來是有軍事同盟的條約，而喺軍事同盟條約呢，在2014年啊，要簽一個提升啊國防合作的一個條約啊，但是呢，在杜特地總統的時代啊，美國同菲律賓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啊，減少也合作的程度。而下呢，小馬可斯總統啊上台以後呢，佢強化同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的關係，同時呢，因為中國同菲律賓在南海地區的衝突啊越來越多，所以呢菲律賓加強同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啊，具有正當性。而喺正當性裡面呢，菲律賓提供也9隻新的軍事基地啊，為美國來使用。其中呢，巴丹島喺北方呢挺重要一個戰略據點。因為喺巴丹島挺關鍵區也控制巴士海峽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據點，同時呢，距離你中華民國台灣鴉片將200公里聽聽，所以距離挺近，同時呢，美國厲害推動嘅雙箭頭的一個戰略體，挺重要一部分同菲律賓之間的軍事合作啊，佢9隻軍事基地多數成為喺南部菲律賓南部的島嶼，那菲律賓南部呢是針對南海地區的一個安全上嘅布局，但是呢，你喺台海地區嘅和平穩定嘅關係啊，出現新嘅變化嘅時候呢，美國佢咪話準備講，如果台海地區發生軍事衝突嘅話，美國咪要加強來支持中華民國台灣來對抗來自中國大陸嘅這個軍事嘅動作。更重要一點係，亞洲合作咧，在巴丹島建立嘅港口，就產生一個戰略強勢戰略一個做法，那強勢戰略一個做法呢，係美國你也親支持的做法，我知道呢，也係事情會變成事實。好，先生，你過來看下天一條新聞，係拄好了下係伊斯蘭在戒嚴期間哦，但是以下一場無法度講好些，還傳出以色列未來會攻打拉法市，但係領土危機韓國其他嘅衝突係咪會進一步激化呢？也係從狀況啊，是越來越嚴重了。因為呢，美國同以色列針對加沙走廊的一個問題啊，也出現親台矛盾啊。那美國鴉片呢，佢支持以色列使用自衛權來維護加沙地區以色列的安全。但是呢，美國反對以色列攻打拉法市哈，因為拉法市呢，離開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最後的一個戰略據點啊。那如果你要到旁邊的多數的中東地區阿拉伯的國家，包括埃及、阿拉伯太公國同沙烏地阿拉伯亞啲國家呢，全部表示講，如果以色列嚟攻打拉法市嘅話，也代表講中東地區嘅和平問題從此結束啊。所以呢，也警告美國請了解也危險性啊。所以呢，美國你下同那個納坦雅胡政府講做唔得攻打拉法市。但是呢，納坦雅胡政府你也感覺講冇攻打拉法市嘅話，冇辦法殲滅哈馬斯武裝集團，同時咪冇辦法達到而設定嘅軍事嘅目標。有3隻軍事目標關係到這個納坦雅胡政府在以色列政權嘅穩定啊。所以呢，亞洲挺複雜嘅結構你也知道講本來講再借月。也一陣嘢犧牲嘢要做得停火拜登總統嘅3月初佢咪公開表示講有也機會，但是呢，你也發現冇咁簡單做唔到所以呢，你也3方面，美國、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你也還有呢埃及同沙烏地阿拉伯，你也4方5方呢這個勢力
針對亞個議題啊，已經產生親台矛盾啊。同時呢，加沙走廊底下220萬的巴勒斯坦人面臨人道的危機，所以呢，美軍底下在加沙的海邊啊，就建立臨時的碼頭啊，來提供人道支援的物資。所以亞個做法呢，是暫時解除那加沙走廊的人道危機，但是呢，我知道未來嘅衝突啦會越來越嚴重，所以大家要有心理上嘅準備。所以後來看到條新聞係中東地區咧，已經加沙嘅戰事哦，係進行係動危機，而且個時間將係中國、俄羅斯同伊朗傳出所謂拖那個福權啊，係來舉行軍事演習，還個精簡阿曼灣哦，未引起國際關注，先生係用上觀察呢件事情咯。也係就大事情咯。去年那俄羅斯同中國還有伊朗，確實呢沒有艦隊在這個阿曼灣採取軍事演習。那阿曼灣呢係在波斯灣的頭部，就係個荷姆茲海峽的旁邊。因為呢，那以下中國、俄羅斯、伊朗有3個主要的國家本西方世界視為也哋有可能會結盟成為咗軍事同盟的一個關係來對抗來自西方世界一個壓迫所以呢，也個結構也越來越明顯。那去年3月，也3個國家沒有在阿曼灣做海軍的軍事演習，佢題目係乜嘅呢？佢保護經濟發展的安全來建立海洋共同、命運共同體的一個架構但是呢，去年3月的演習大家冇注意，因為呢冇以哈衝突。但是呢，去年4月7號開始嘅以哈衝突爆發以後呢，整個中東地區嘅威脅又重新起來所以今年3月也就演習先讓開始西方世界擔心也漸漸會造成中國、俄羅斯、伊朗3個國家結盟，同時加上北韓的話，有4個國家就形成一個新的軸心軍事軸心，所以呢，也被演習青島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同相關的國家，全部請注意嘅後續的發展所以也係後續發展呢，俄羅斯而家派去大西太平洋艦隊嚟阿曼灣做演習，那中國呢，佢係派 T-45這個亞丁灣的巡航的最貴的艦隊那伊朗其實派原來在波斯灣巡航的艦隊，所以亞洲發通你要慢慢進展，會唔會變成原來美國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以公開警告的說，如果講西方世界形成一個同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4個國家強合結合起來一個對抗的集團式對抗的國際化，世界大戰就慢慢會接近咧。前邊嘅新聞我哋看到歐洲議會頭3月13係通過了全球頭一個針對 AI 風險嘅人工智慧法案，為經濟、管制還有評估 AI 嘅相關風險，先至係用看呢個法案未來可能產生嘅影響力咯。你看一個事情我有2種面向第一種面向是程序嘅面向，第二種面向係實質嘅面向在程序嘅面向裏邊，你睇歐洲議會呢通過全球第一部嘅有關規範人工智慧嘅一個這個法律歐洲議會通過之後程序上必須要有27個嘅歐盟嘅國家10個國家全部同意當做的在歐盟理事會嘅公報上公布那如果講27個國家歐盟嘅國家全部同意，在歐盟理事會嘅公布公布1年那1年以後呢就正式生效所以我知道上，因為亞個法案內部含有牽到爭議性的一個議題，同時呢牽到定義沒摸清楚所以呢27個歐盟嘅國家會全部有共識同意來當做的公布下一步你要觀察。所以呢，如果全部順利的話，是2025年的5月到6月可能亞個法案通過之後，因為全世界多數國家如果進入歐洲來做人工智慧系統的一個設立的話，全部會遵守亞個規範也係程序的問題。實質上呢，亞個法律更係看緊內容地位當然第一個
那歐洲也地區啊，尤其歐盟嘅國家啊，其有一隻親中央嘅貿易研究機構，佢講咧到2030年啊，人工智慧也就產業啦，要加出1.5兆美元嘅一隻加出市場加出，所以呢，歐洲呢必須要參與也就本業嘅市場啊，因為以下歐洲當3派一隻企業啊，佔業人工智慧嘅一隻產業。同時呢，如果也喺產業發展，會唔會侵犯到公民嘅基本嘅權利啊、自由、民主、法治同環境嘅一個權利啊，也咪輕重要一個限制啊。更重要一點說，做唔得用人工智慧啊嚟限制啊，造成人類生活啊受到潛在影響，尤其係金融業、教育、醫療也都東西啊，也風險清高，有較強一個管制來處理啊問題。所以呢，到目前為止，人工智慧也就系統嘅一個發展啊，還有牽到限制同定義上冇清楚嘅一個架構啊。那值得你繼續來觀察。好，羅大先生今日帶來回顧睇嘅時區、中東時區韓國嘅 AI 相關嘅議題哦。而且看一下大家新聞會好嘅單元，繼續帶下來關心嘅係中共兩會了後嘅台海關係。